嗨，你好，我是 Shelly。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主题是如何成为具有商业思维的国际人才。这个问题是我收到换日线读者的来信。那这个问题呢，是说他很希望说可以在国际市场立足，而且成为一位具有商业思维的专业工作者。那他就问说，那他在平时可以如何培养自己的商业思维？在现在的国际市场，然后求职或者是出国闯荡的话，需要有哪一些的技能，或者是哪一些特质可以帮助我们脱颖而出？那最后呢，因为他觉得在亚洲有一些文化或者是一些职场的习惯可能会跟海外有一些不一样，那我们要如何适应国际职场？那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哦。其实从我们出国的那一刻之前呢，就有很多需要考虑的事情。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从几个角度出发。那第一个呢，是关于培养国际商业思维。然后第二个呢，是关于哪一些国际人才特质可以帮助你在国际职场上面脱颖而出。然后第三个呢，是关于跨文化沟通，怎么样的沟通方式可以帮助我们在职场上面跟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有更好的沟通方式。那首先呢，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如何培养国际的商业思维。其实商业思维对我来讲呢，其实商业本身就是一种价值的交换。那你要知道你自己具有哪一些特质，跟国际的人才比起来是相对来说更突出的。那这就是在你念书或者是求学的时候，可能需要放在心里面的问题。那像其实我们从小就是按部就班的长大，不管是在专业的培养上面啊，然后还有我们自己在深耕一个领域的专业，其实这都是我们的优势之一。那虽然说其他国家人可能在语言表达上面，或者是语言技能上面比我们更加突出，但是我相信自身的专业能力上面，或者是技能的培养上面，能够去补足或者是合作，他们就可以走出一个自己的道路。那在培养专业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我们也需要一个展现的机会嘛。所以在出国的时候啊，虽然说你可能第一时间表达上面会有点紧张，可是我相信其实真诚的交流才是人际互动最关键的特质。身为一位专业工作者，其实在出国的时候啊，因为会常常接触到不同的人嘛，所以其实你自己的专业能力上面的培养，还是必须要持续不断的精进。比方说，就内容行销而言呢，可以先多跟当地的，比如说年轻人啊，或者是你的客户聊天，或者是去了解他们在使用这一些沟通的社群软体上面，他们习惯使用什么样的社群软体？他们是使用，像我那时候在那边工作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们其实用WhatsApp 比使用 WeChat 还要多，然后这两种他们是最常使用的，可是 WhatsApp 又比 WeChat 还要再更多。那基本上他们使用 Line 是比较少，所以这些小小的一些细节啊，可能就是你在沟通的时候可能要去注意他们的需求。那他们在阅读一些报章媒体，那这也是可能你可以去注意他们会喜欢什么样的内容，所以这也是你可以关注的哦。那为什么这跟商业思维有关呢？因为当你的目光是注意在你的 TA 身上，你关心他们关心的，那你就知道他们会喜欢什么样的内容，那他们的思考方式大概是怎么样。所以这也是我们培养自身的商业思维一个很关键的技巧。好，因为这一次的内容其实是上次作者通信同学询问我的内容，那这一次很完整的从国际商业思维、国际人才特质，还有跨文化沟通都有很完整的回复，那收录在这一期的换日线秋季刊，没有财富哪来自由的这一期。所以如果说你对于想要出国工作求职，然后国际人才需要哪一些特质，如何加强自己自身的优势，欢迎大家去收看这一期的没有财富哪来自由。那我们下次见，拜拜。I know that you've been gone, you and me, we don't belong. It only makes me strong after the